们今天来到了日本的大阪，这里是天王市区。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刚吃完饭，走一下路。哇，在日本呢，我终于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不容易胖，他们实在是太常走路了。你吃的东西，其实他们吃的东西热量也很高，什么天妇罗，那全部是连蔬菜都要炸一下才能吃的，所以吃的东西热量也高了。但是因为他们很常走路，所以消耗体力的这个事情很多。阿明，阿明一直拿着那个东西，电风扇。所以我在台湾的话，今天早上我们开车骑摩托车应该就可以拍个8部了。天龙8部。对，如果要拍片，就是还要介绍大家附近的环境，所以就是用走的，用走的，用坐车的，慢慢走就会比较慢。哦，但是这样也好啊，我们几个月来个一次，就当作来这里健身，对吧？运动一下。那我们现在这边是属于天王市区嘛？对，天王市区没错。那它其实这一站叫做四田町跟桃谷。大家可能觉得名字比较陌生，就是那个四田町啊。它其实是环状线的其中一条。环状线其实就很类似东京的三手线。其实它到每个大的车站都很方便。那它这个四田町跟桃谷等于是天王市的下一站跟下一站。对，它等于是说去大站非常方便，但是它这边的附近生活机能，我觉得就以纯住宅为主，我觉得感觉是还不错，比较宁静，然后比较没有商业气息，没有这么重。但是你说去天王寺或者去梅田，都是直达的。所以这边也算是交通机能算 OK 的地方啦。对，但是它的就是原则上它是只有 JR 环状线，地下铁走一下能到，走个7、8分钟久一点，它还是有也是有地铁可以搭啦。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Rambell 的一个评比哦，它是阿明说到了，就是这一栋哦，它刚好在我们身后这个就是大阪的 JR 环状线的正前方，但是这个栋距应该有个40-50米，所以不知道那个声音会不会很大声。这样开，进来，它有一个很简单的梯厅，这个也不叫梯厅，这只是走廊。出来了，这边一出来就有一个逃生梯，这样从这边走，1层2户。这间进来，来开个灯哦，开灯啊！阿明，这是什么房型啊？这是2房的两房。来，先从大门这边看起哦。刚讲1层2户，1层2户，然后进来，它这个应该有一点年纪了，这门有换过啊。然后进来它的玄关区，就是只有这样子的空间，这个鞋柜只能放在上面，就拍手。这一间应该也是全部重新装潢过。转过来有一个走廊。这边有房间，这边有厕所。来，你先看房间的话，不大，有点不大不小啦。但因为它是双面采光啊，这边有一个采光面，这边有一个采光面，所以它的采光的部分还 OK。好，放个单人床可能比较适合啊，有一个比较大的衣柜。接下来看一下出来，这边有2个门，我们先看左边这个，这应该是收纳。是收纳柜，然后这个应该是浴室。浴室的部分有没有？该有的都有，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小2房吧。然后浴室也是全部都重新换过、重新装新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是它的厕所。厕所部分，马桶已经换过了，换了一个一体式的免治马桶。好，有听到声音吗？好，就有声音，等一下再来看啊。进到 LDK，
一进来就是一个厨房，3口炉瓦斯的，然后有一个洗碗机，这个已经全部都换新的，然后人造石的台面也换新的，不锈钢的水槽，这都是新的，全新，柜子也是新的，抽油烟机也是新的，然后转过来，它的这个算是 living room 还不错，客厅的部分，客厅的部分还不错。那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大的客厅，这边隔起来，它就变成一间房间了。其实这间房间这边如果做成房间也蛮大间，只是说这样你就牺牲掉客厅的空间。可能客厅这样也可以这边放电视啦那些东西好像也可以。然后现在反正现代人也不是很重视要看电视嘛从这边这样子。那刚就是会听到它这 JR 环状线的一个轨道的声音。好，那刚我用 Google Map 看一下，刚好这个点就是上一站跟下一站的正中央，都是差不多500公尺。你要去这边就往这边走，你要往这边就往北走就往这边走。然后这边有一个内凹的空间，你可以放一些你的私人的东西，可以放这边，还可以。然后接下来一间主卧室。主卧室在这边大家比较尴尬一点。你如果怕吵，会不会经过的时候会有声音呢？等一下看一下它会不会。环状线应该至少双向的5分钟应该会来一般吧。2层的气密窗了啦，它这个双层抽真空，外面还有一个，外面它还有一个气密窗，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安静了我们再把它关起来，它的气密效果应该非常好。一直等不到车子。刚我拍照的时候，我看到有刚好经过。你那个全部打开很大声啊！你要看这个关起来的感觉。你看刚那个车子经过的声音我都没听到声音是从外面传进来。我觉得我如果是我还可以接受，还好。它这个已经做到2层，而且外面有没有？没有很认真的听，反而有一个音乐的声音，垃圾车垃圾车声音还比较大声我觉得轨道声音还好好，那我们好好分享一下这个房子的部分那已经过了，我们可以打开了，不然会闷死啦！来，好好分享一下这个房子。这房子我们刚讲是在环状线有2个站，一个叫桃谷站，那一个叫四田町，是不是？对，它其实都是在大概环状线的4点钟跟5点钟方向。因为这边没有观光地，大家比较不会来。比较近的大概就是四天王寺。但那不是环状线啊，环状线是环状线没有经过那里，这里是环状线。对，这环状线之前这2个站的话，几乎是没有观光点的，所以平常不太会。不过我要去观光点，这也是方便啊。我要去梅田，这也可以到啊，对不对？那以住宅来说的话，我觉得这边环境应该还不错啊。真的是日本人的区，就是比较是纯住宅区。来了。我会带欧多巴。好，那我们好好报一下这是2房啦，外面那一间就是比较小一点，但是这一间还蛮 OK 的。然后它的客厅也蛮大的，这样子坪数是几坪？坪数的话是50.77。对啊，比较小一点。比较小，但是等于是室内大概15坪左右。那它的那个阳台呢？阳台的话，大概还有在快7坪，就是快2坪，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是17坪。17坪，好，那这样子50平米的一个室内使用空间，屋主开价多少钱？屋主开价的话是3100啦，3100大概是62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啦这个在台湾能够买到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对，不过这一边的话，来。奇怪，我们很在意的，我们很担心的那个轨道，反而没那么吵。然后下面的车子车声还比较大，车声还比较大声。对，它这边的话，因为它这个其实是1层2户的华夏，所以它的修缮金跟管理费都蛮贵的。它一个17000，一个19000，2个加起来的话要36000呢。对，1层这个要注意一下。好，那这个就是目前这个房子的状况你可以接受轨道前面的房子吗？欢迎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阿敏联络，但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的也不用这样酸因为阿敏有其他很多可以给你选到你不要的，好不好？所以如果说想要来大阪这边看房子，可以问一下阿敏，请他帮你安排。第一则留言有他的联络方式。那如果你是最近想多了解是日本房地产资讯，也欢迎加入我们群组，我们有一个1000多人的群组在第一则留言处有加入的方式。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我们下次见，拜拜。
如果你正计划来大阪旅游，那你可以选择 Ruby 他们公司的民宿，这里有一个像家的客厅，还有像家一样的餐桌，可以去超市买和牛回来煮，还有帮你洗屁屁的免治马桶，有洗衣机，出门不用带那么多衣服，体验正宗日式的房间。欢迎来到